最近国内的朋友老托我帮他们买一个保健产品，说是对骨关节炎有效。这个保健产品有个很给力的名字，叫做维骨力。据说呢，它对各种各样的关节炎都有好处。那么这个维骨力里面到底含有什么样的神奇的东西？它对我们的骨关节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在使用方面要考虑到哪些安全的因素？今天呢，我们就深入探讨一下这个保健品跟我们骨关节健康的关系。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去管好它。我是杨医师。这个维骨力里面含的主要的元素叫做葡萄糖胺 glucosamine。这个葡萄糖胺呢，是1823年法国科学家欧吉尔在这个动物的软骨和外壳里面提取出来的一个化学成分。这个化学成分呢，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的呢就是纯粹的葡萄糖胺，有的叫盐酸葡萄糖胺，有的叫硫酸葡萄糖胺还有的叫 N 乙酰葡萄糖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关节为什么会出问题。我们的关节组成其实挺复杂的它外面有肌肉肌肉里面有韧带，韧带里面有骨头骨头里面有软骨软骨里面有关节腔隙，腔隙里面还有关节液。关节呢，在长期的磨合过程中呢，就很容易造成软骨的损伤还有这个关节液它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就慢慢消失，这样呢就会造成关节的僵硬疼痛，甚至出现慢性炎症。那么这个氨基葡萄糖它到底能为我们的关节做什么呢？它能够刺激这个关节软骨的蛋白多糖的产生，防止呢这个软骨分解，同时呢强化我们关节的自身的修复机制，它就起到了缓解关节疼痛，那个关节软骨和软骨之间一磨很响，这些症状呢都会因为葡萄糖胺得到改善。同时呢，它还能促进关节里面的润滑液的产生。实际上我们体内是不断的能够生成这样的氨基葡萄糖来起到这个作用。我们的关节实际上有很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里面产生葡萄糖胺的能力呢在下降，就造成了葡萄糖胺的缺乏。这个缺乏的结果呢，就是关节容易磨损关节容易疼痛，特别是喜欢运动的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更年期的妇女，以及呢所有55岁以上的人，葡萄糖胺常常都是缺乏的。那如果我们口服来补充的话，它到底有效没效呢？这个有很多争论。但是在维骨力它的英文叫做 Move Free 官方网站上呢，它提到有25篇文献的研究，研究了将近5000人的案例，得出了4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呢，就是大部分病人在诊疗期间症状呢都有缓解，95%的患者有显著的或者良好的效果。另外这个葡萄糖胺呢，它还有比较长期的作用，你停止服用以后呢，它的效果还可以持续到6到12周，86%以上的人都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换句话说，还有14%的人有一些不良反应。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在后面继续探讨。那么每天吃多少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2001年在《柳叶刀》杂志上，比利时人发表了一个为期3年的研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讲如果每天服用1500毫克的维骨力的话，不仅有助于膝盖的退行性关节炎的症状的改善，而且呢还可以帮助呢修复软骨组织，减缓这个关节腔变得狭窄。2004年美国风湿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如果你持续服用硫酸盐葡萄糖胺的话，不仅可以改善症状，能够预防人工关节置换，比例呢达到73%。这样服用葡萄糖胺安全吗？英国卫生部官方的文件说从服用葡萄糖胺3年内的数据来看呢，它是安全的。它在美国呢属于一个膳食补充剂，但是在西班牙和爱尔兰呢，它是需要医生处方的。听到这里，那你觉得你需不需要补充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任何东西包括葡萄糖胺，它是不能够预防关节退行性改变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正常的衰老过程。但是呢，它可以减缓它的发生，也可以减轻骨关节炎退化的症状。
第二个呢，它是适用于各类的关节炎，不光是骨关节炎，还有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关节损伤，都是有用的。所以呢，对运动员对中老年人对这个更年期的妇女，它都有促进关节修复和再生的作用。那么哪些人用的要小心呢？第一个就是糖尿病患者一个葡萄糖胺嘛，它有可能提高血糖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肠道不好的人，肠道不好，你吃什么吸收都不好，所以呢，我们经常讲有什么问题，先要把肠道的功能改善了。葡萄糖胺对大部分人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人呢会有胃肠道的不适、腹胀、腹泻、恶心等等。有些人胃肠道很敏感或者有溃疡，他也需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葡萄糖胺呢，它有一定的抗凝血作用所以呢，大家在使用凝血药的时候呢，那就它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需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必要的时候呢，跟你的医生去商量应该怎么样补充葡萄糖胺。关于葡萄糖胺的作用呢，还是有很多争议的。好在呢，它是一个膳食保健品从理论上讲呢，它对我们健康是有好处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大家根据自己的状况来进行补充。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